大家好，我是金建。这个视频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template。首先是一些声明。那么，什么是 template 呢？中文是模板，但是它是一个概念，可以包含流程、架构、方案、数据结构等很多很多东西。比如一个企业啊，有很多工厂，它想要在所有的工厂应用一个企业管理软件。那么通常的做法是先在一个工厂做试点，然后呢再把这个试点工厂的方案推广到其他的工厂。那么这个试点的方案呢就叫做 template。比如流程，在一个大的集团的不同的工厂啊，会有一些流程是都有的，比如采购。那不同的工厂都有采购，从下采购申请到采购订单，到收货和发票。采购申请啊需要部门经理的批准。那集团呢规定所有的工厂都要用同样的流程，这个呢就是流程的 template。再比如数据啊，一个集团里边呢，有的工厂呢做零件，有的工厂啊组装，零件工厂啊把这个零件呢卖给组装厂。两个工厂呢使用的是同一个物料，同一个物料编码，那这个物料编码呢就是 template。再比如报表，同一个集团里边不同的工厂看到报表的格式啊要一样，这样呢才能在集团的层面呢把报表合并统计。这个报表的格式就是 template。还有组织架构，同一个集团里边不同工厂的职位啊级别定义啊是一样，这也是 template。所以呢 template 包含了很多很多东西。那么为什么要用 template 呢？其实对于 IT 咨询项目啊，真正从零开始的项目啊是很少的。大多数项目啊都是在一个 template 基础上啊去做实施。即使是一个完全新的客户，你要去 build 一个 template， 那也会有一些其他客户的例子啊做参考。我们通常啊称为 best practice 啊最佳客户实践。基本上规模大一点的企业要实施系统啊，必然会分工厂、分阶段去进行，而这呢就肯定会用到 template。那么对于一个普通的顾问呢，刚进入一个项目，当被安排工作的时候啊，首先的问题，这个顾问要去问项目经理，这个工作的 template 是什么？那顾问呢必须按照项目的 template 来做这个交付品，这样做出来的文档交付品啊才会符合整体的要求。另外一个例子啊是在 SAP 系统里边呢有 Company Code 这样的系统的配置。那有了 template 以后啊，你可以把这些配置啊从一个公司复制到另外一个公司，简化了这个配置的过程。所以 template 是项目实施的一个基础。做任何事情啊，首先要想到有没有 template。那么 template 本身是怎么做出来的呢？首先呢，刚才提到可以参考其他的项目。其次呢，要认真的做 template 的话呢，是要像完整的项目一样啊，从分析、设计到搭建，在一个试点的工厂进行验证后，证明这个 template 是可行的，才能完成这个 template， 再进行推广。那么 template 可以改吗？当然是可以的。比如企业啊收购了一个新的工厂，那么在这个新的工厂里的物料啊、流程啊，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地方。那这个时候呢，就会要改 template， 把新的业务啊融入到整个企业里边。那么谁去改这个 template 呢？这可能需要一个专门的项目、专门的人来判断新的地方啊和原来的 template 是不是有冲突。有可能呢是改原来的 template， 有可能是把新的内容啊补充进去。下面是一些 template 的例子。那比如啊，这是一个 program， 学过 PMI 的会知道啊 program 是多个 project 的集合。在整个 program 里边呢，会先做一个 global template development， 开发一个 template， 然后啊再去做 rollout。你可以看到 rollout 有好几块，就是把 template 推广到不同的 site。每个 rollout 又会有自己的 blueprint realization， 这些呢都是基于上面的 template 进行的。
那整个过程呢就叫 program management。还有比如这个 file naming convention， 这也是 template 文件命名规则，这使得不同项目上的文件名称呢统一，方便文件管理，容易查找。所以基本上可以说啊，模板呢就是一切。好，这一章的内容就是这些，谢谢大家。